25000斤的皇家保险柜门像卷帘门一样被千斤顶给吊了起来，劫匪依次有序滚进保险柜中，却发现这里竟然空的连根毛都没有。然而见此情形，劫匪却笑得合不拢嘴，因为全世界没有人能想到，竟然会有人费尽千辛万苦只为进入一个空的保险柜。外面的黑客妹激动地跳了起来，第一时间给老大打去电话，通知他一切准备就绪，现在只需要等着那群富人乖乖地主动将财宝亲自送到他们手上。隔天贵族们果真将他们最为珍贵的珠宝一件一件地安放在了保险库内，因为8个小时后将举行珠宝拍卖，来自13个国家的42件顶级珠宝都将由拍卖师小心地放置在这里。在放好最后一件皇冠后，拍卖师将门用力关上，再经过面容加指纹的双重锁定，彻底锁死了保险柜。这种级别的安保措施，即便是在有钥匙的情况下，也至少需要花费1个小时才能将门打开。可没人能想到，这群天才的劫匪早就为其开好了后门。他们换上特制的防尘服和手套，将身体和外界彻底隔绝，这样可以防止留下任何指纹，即便是不小心飘落的头皮屑，也只会掉进衣服里面，不会留在现场。再经过仔细的消毒，行动便正式开始。黑客妹按下按钮，将提前录制的保险柜画面替换掉保安的实时画面，这样即便劫匪在保险柜里跳舞，保安都不会有丝毫察觉。Lanzo video ante cámara. Listo. 队友启动遥控推车，将之前挖好的混凝土墙移走，劫匪们便挨个通过这个入口，进入了保险柜背后的走廊。接着再次用千斤顶将柜门吊起来，露出足以成员进入的大小，他们便再次轻而易举地进入其中。这次不同的是，这里早已装满了参加拍卖的42件顶级珠宝，拍卖师还在外头签各种手续，浑然不知里面的珠宝即将不翼而飞。老大交代这次行动必须足够仔细，他们要做到像幽灵一样，不留下任何一丝痕迹。劫匪们有条不紊地开始装运珠宝，根据拍卖会上的编号，他们按照顺序一件一件将其收纳，确保不会有遗漏。这里随便一件都是价值100万的存在，劫匪仅仅用了10分钟就将它们一扫而空。可将珠宝偷走还只是最简单的一步，如何将珠宝带离戒备森严的巴黎才是最大的难点。距离拍卖会只剩下7个小时，他们需要在天亮前完成所有善后工作。首先使用焊枪将原先切开的保险柜门重新焊上，并且重新上色隐藏切割过的痕迹，然后用吸尘器仔细清洗走廊上残留的泥土。彻底清洗干净后，众人再将混凝土重新安装上去，用工具将其彻底封闭，再掏出水泥，将地下通道的砖头一块一块恢复原样。这样一来，他们的作案痕迹将被彻底隐藏，所有使用的工具都可以留在过道中，等待千百年后他们的子孙挖出这一段他们亲手缔造的偷盗传奇。之后众人伪装成游客回到酒店，但他们并不急着逃跑，而是像正常游客一样睡到天亮，因为越正常越普通，就越难以让人发现端倪。同时众人需要清理在酒店留下的指纹和毛发，并且删除电脑里的所有资料。老白则负责装填珠宝，只要先将其放进真空袋，抽干所有的空气，然后再塞进提前准备好的鲱鱼罐头，重新装上盖子后，一份份朴实无华的天价罐头就打造完毕。第二天天一亮，所有人就像没事人一样，装成游客分批次离开巴黎。眼镜妹和大山伪装成背包客，乘坐大巴离开巴黎。警方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劫匪竟然敢选择公共交通的方式逃离，而老白和另外2人则伪装成一家3口，开着房车沿小路一路开回西班牙。本以为这个计划天衣无缝，可令老白没想到的是，他们提前选定极其偏僻的乡间小路，竟也多出了一大批警察把守。男人疯了一样拿起3盒罐头，直接打开了房车底部的舱门。这一举动把2人吓坏。小帅解释，一旦警察要检查，他就会立刻跳车下去逃命。老白劝他赶紧冷静一点，他们做的天衣无缝，绝对不会被警察发现端倪。眼看警察已经朝车子招手，小帅更加害怕的要往下跳，可车子周围全是荒野，就算他跑得再快也比不上子弹的速度。老白让小帅立刻关闭舱门，下一秒一个刹车，差点就撞到面前的警察。小帅见状只能将罐头放回原位，努力平复心情应对警方的搜查。Casi me matas. Lo siento, de verdad, no he visto. Venía discutiendo con mi hijo y no. 警察看了下表情，好像确实这么回事，可依照惯例，他还是要上车进行搜查。好在3人早就准备好了假证件，递给警察后，老白声称他们是为了纪念死去的妻子，所以才来法国旅游。小帅绘声绘色地补充道，来法国一直是妈妈生前的梦想。可即便演技再真，也无法阻挡警察打开柜子。但奇怪的是，警察并未注意到鲱鱼罐头，反而拿出了里面的骨灰盒。小美解释这是妈妈的骨灰，可面对她这一番说辞，警察却表示要将骨灰盒没收。原来在法国擅自运送亲人的骨灰是违法行为，所以这东西不能给他们带出境。小帅瞬间坐不住了，带老妈来旅游，结果你要把我妈给收了，这还有没有天理？可即便他们再怎么愤怒，警察也依旧要没收骨灰。不仅如此，他还提出要求让他们打开骨灰盒以及柜子里的那些罐头。3人瞬间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小美果断做出行动，
直接抱起骨灰盒就疯了一样的往外面跑。即便警察鸣枪示意，也不肯停下脚步，直到一发子弹射在跟前，小美才被警察给震慑住。面对警方的重重包围，她流下痛苦的眼泪，死死护住妈妈，不肯让他们将骨灰没收。结果争抢间，骨灰盒翻倒，所有骨灰都洒在了地上。看着地上一粒一粒的妈妈，小美痛哭到无法自已，演技惊人到足以拿下奥斯卡金像奖。这一举动瞬间让在场的警察心生愧疚，无奈只好放众人离开。警察打死也不会想到，就在他们没检查的鲱鱼罐头里，其实就隐藏着那42件被偷盗的顶级珠宝。眼前的危机终于解除，但想要离开法国还没那么容易。这么偏僻的路都安排了警察，再往前走恐怕还会遭遇检查。老白决定先在附近找一个露营地，等待风头过去后再继续逃离。众人就这样在原地扎营，并在房车上安装了各种防御措施，以确保不会出现意外。结果该死不死，意外还真的来了。卸下兄妹伪装的小帅和小美在河边亲密的举动，竟恰好被之前巡逻的警官看到。他瞬间就意识到这家人是假扮的。警局接到指令，立刻倾巢而动。在车子里正看风景的小美丝毫没注意到房车的周围已经遍布了几百名武装特警，可敏锐的她还是察觉到一丝不对劲。平时热闹的邻居此刻竟安静到有一丝诡异。两人立刻意识到他们可能暴露了，他们赶紧通知外出买菜的老白逃走，留两人和警方周旋。很快指挥官一声令下，特警便朝着前方一点点逼近，并且周围的狙击手也随时就位。可令他们没想到的是，房车里的劫匪忽然朝着他们开枪，特警立刻展开反击，场面一度混乱不堪。为了保险起见，指挥官宣布暂时撤退，并警告里面的劫匪，他们已经被重重包围，退无可退，不要再做无谓的挣扎，造成没必要的伤亡。劫匪也是很快用喇叭做出回应，警方如果想要硬闯，那么他们必将拼死到底，反正烂命一条，能换几个警察也不亏。不过能给他们5分钟的考虑时间，他们可以考虑告诉警方珠宝藏在哪里。指挥官同意了这个要求。等5分钟过去，劫匪果然伸出喇叭，告诉了他们珠宝藏匿的地址。指挥官让手下去确认，可高智商的金发妹立刻将其打断，因为她注意到每次喇叭进出的角度和速度都相同，这根本不像是人为的操作。于是她大胆地走到房车前，丝毫没有犹豫地直接拉开了门。上来一看，果然刚才的喇叭和步枪全部都是劫匪提前设置好的机关，拖延的5分钟全都是在为他们逃跑争取时间，而他们爆出的珠宝藏匿点也一定是为了拖延时间的假地址。金发妹掀开地毯，拉开房车底部的舱门，竟看到了不可思议的一幕。这群逆天劫匪竟将房车停在井盖的正上方，原来他们早就靠着这个通道逃之夭夭，但几分钟的时间显然还跑不了太远。特警即刻出动，一个个全都爬进了下水道。小帅两人意识到暴露，只能提前找个井盖离开，可追兵在后，恐怕他们很快就会被发现。就在这危急时刻，小帅看着前方的车子，忽然有了一个天才的想法。他让小美去附近的杂货店买一把地毯涂胶枪，然后拿着小刀朝着货车径直走去。很快警察也紧随其后来到此地，而两人此刻已经爬到货车顶上，将帆布的一部分剪开，然后重新用涂胶枪粘了起来。原来他们想要藏进帆布的夹层，以此来隐藏自己的行踪。警方对周围的车辆开始了仔细搜索，终于还是来到了面前。听见警察的声音，小帅让小美把住钢管，等待时机抬高身体。警察走进仓库，四处看了看，里面空空如也。殊不知顶上的两人正拼尽全力挺在空中。听见关门的声音，两人终于松了一口气。可没想到警察非常仔细，看见扶梯后决定爬到顶上来看看。看来是自己多虑了。警察摇了摇头，这才离开。两人就这样惊险度过艰难一劫。之后他们就这样藏在车顶，一直等着货车不知不觉地将他们运送出境，才从上面偷偷下来，踏上了回西班牙的路。就这样，劫匪众人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将42件顶级珠宝成功带回了西班牙。大雨中，众人喜极而泣，从此以后便过上了朴素而又平凡的生活。